谁啊？来了。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今天是10天的最后一天，你不应该带着你的设备和工人离开这里吗？徐思，你够了！有你这么咄咄逼人的吗？江湖，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承诺在这个时间搬走的人不是你吗？你留下来处理。我不留，我留不下来，我怕。你这狗狗咬人吗？啊？散发，我径直悠扬，谁管我礼貌粉刷前仰？我像一个狼，趟彻夜的江，大不了自我融化，它所成通天塔。从明天起，谁劈柴谁为马。反正我啊是你的天涯，从明天起我和你呀随风出发，太阳下一下。你还好吗？我送你去医院吧。起开！会不会开车？会不会开车？不会开车你就别开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正好在视野盲区，没注意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完事儿了。我赔你辆新车吧，多少钱啊？啥意思啊？有钱了不起啊？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解决的。我看你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那你想要什么？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是你自己开车没长眼睛。你有没有社会安全意识？有没有公德心啊？交规学过没？驾照怎么考的你？啊？哎你找交警解决吧，我没工夫跟你吵。下来！你给我下来！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下来！你给我下来！江湖，你干什么？你下来！
荷尔蒙跟武力值能不能像个女人啊？那你的所作所为得先像个男人。你到底想怎样？说吧。什么叫我想怎样？是你想怎样？我是招你惹你，还是上辈子挖你家祖坟了？你挡我的路，撞我的人，抢我的地，现在还要逼我搬厂子。这个厂房原本就是属于我爸爸的。先喝口水吧，消消气。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歇斯底里，像个疯子一样。让你看笑话了，对不起。消气啦，冷静啦。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上次给你的建议，把工人全部开了，找代加工厂，在那块地皮上继续耗下去，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喂，小沈。哎，你赶紧回家一趟啊！怎么了？你妈病倒了。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被你给气的吧？赶紧啊！好，我马上过来。哎呀，可算回来了！来来来，在楼上。快，急死我了！快！什么情况？哎呀，就那天呀，你走之后，然后你妈就胸口痛，你看今天严重了。去医院了吗？医生怎么说？你这刚做完核磁。医生说你妈现在身体不太好，不能再受刺激了。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不想接手这个厂，但是你看这个，徐峰厂是他的命啊，这没了厂，精神支柱都没了。我妈这胸口疼的毛病啊，都是被累出来的，值得吗？值不值得也得她自己说了算呀。姐，别演了啊，走了。哎，臭小子没怀疑吧？您这影后级的精湛演绎，我觉得啊，他已经相信了，而且还挺担心的呢。你说你这至于吗？就孩子看你年龄大了，想多陪陪你，啊，现在把工作重心放回来，才几天呀，出这么多事儿。哎，你说说哪个儿子整天惦记着变卖自家的产业呢？谁受得了？
你自己生的儿子，你最了解了，人精一个，也不知道能骗多久。我打算啊，骗他半年。我看你啊，10分钟都骗不上。啊？收购工厂的事儿我不会再提了，你让我妈别折腾，别本来没什么大事儿，反而造出些毛病了。我说什么来着？你说这孩子聪明劲儿，他随谁呀？哎，你怎么发现的？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想吸取教训，下次不让我发现呀？那倒没有，就是好奇嘛。你们拿个腹部 CT， 装模作样的说是核磁共振，看了半天，你当我傻，还是你们傻呀？那你还继续配合着演？你怎么不跟你妈好好谈谈？演砸了。他那不叫谈，我只有挨训的份儿。我周末回家吃饭。好啊好啊，到时候啊，你跟你妈好好聊聊。你看看，怎么不细心点儿呢？穿帮了吧？道具没准备好吧？哎，姐，真不是你演的问题，我觉得你演的特好，就是这个道具穿帮了。好了，收起来。虞姬，炸了，大不了吧？大不了，大不了，大不了我就跑了。洗碗，洗碗。哎呀，这厂子还挂咱关系呢，这必须得复工去。哎，咱能不能先别玩牌了，聊聊正事儿啊？这附近的工厂倒了倒，迁了迁的。哎，咱们要不然也想想办法呗，别搁这干等着呀，没活干，没工资了呀。对呀，是我接个电话。来，帮我打。哎呀，我打啥呀？你打，我不打，哪有心情打牌呀？你快想想啊！不高了，你想清楚啊！我手上可都是这些做了多少年鞋的这老技工啊，一个人能顶1车间的新瓜单子。你在那哪找这些人去？我还告诉你，过这村没这店儿啊！你要不接，我立马就找其他的人力中介接这单子。一个人出500，你也太黑了吧400，就这么定了。你跑这儿干嘛呢？啊？快了！嗨，是吧？既然您看见了，也就不瞒您了。这厂里边啊，一天天的没活干，不是事儿啊。我得替兄弟姐妹们找点出路。这办法呀，自有小江总自己去想。你以后别整那有的没的幺蛾子，行不行？您这话说出口，您自己个儿信吗？啊？哎，师傅，下个月工资发不发呀？您问过老裴吗？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呀！你得给他点时间，对不对呀？对，给他时间。谁给我们时间呢？不是，哎，师傅，您这现在就有点这个老顽固啊，您别不爱听。我知道，您是念着小江总他外公，老裴厂长是您师傅，您愿意等。哎，但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家里都等着米下锅呢，等不了啊。师傅，哎，我不跟您说了啊，我得继续跟那裴志远挺骨头去。如果不给工资，1刀2断，拍屁股走人。你这没良心吗你啊？什么东西吗你？我告诉你啊！我知道，该给的会给的，你急什么急啊？你们在那边，啊？哎，小伙，我给你找了几个厂房，你看看啊，这些价格啊，那已经刺伤了我的眼了啊！你租不起的。那还有几个地方人家不肯租，这个圈子太小了，大家都知道你没钱还欠着债，所以人家不肯趟这趟浑水。刚
刚那刘军也打电话来了啊，他问说这个月工资要怎么算？这都是一开门就得花钱要解决的事情。你看，哎。你看，现在还剩下这些，你看。你别想那么多了啊！你就赶紧想办法把这个藤院给倒卖出去，然后收点钱回来。你就到国外去过你的小日子去吧。先把要回来的钱，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发！你拿什么发？哆来咪发？啊？哎，咱们连租厂房的钱都凑不出来。舅舅，这厂里几十个工人，工龄长的像张师傅这样的，外公当厂长那会儿就已经在了，工龄短的也干了2、3年了。这次腾越出事，他们还能留在这儿，那是出于对爸爸的尊重。我爸跟我说过，拖什么也不能拖工人的工资。你也太天真了你，那些留下来的人呢，他大部分都是找不到下家的，那找到下家的那些人早跑了。再说呢，你这个1个月不开工啊，那个不给工资，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我们是要继续经营下去的呀，不能不守劳动法，而且我们要讲诚信。我们开的是工厂，不是开的救济院啊！你就别讲究这么多了。我让你核对的账目呢？你要干嘛？给我。给我。你自己看看啊，这个会刺伤你的眼。别算了啊！零归零啊，都归零了。也没有网红气质啊！你真打算推荐他给提提？这是夏小姐上次在长乐小馆墙上画画的快剪。视频里，你始终以婀娜的背影示人，没有露出正脸。微博粉丝20万，也就刚刚过线。TD 新签的主播阿南，微博粉丝都已经500万了。有一定粉丝数的野生达人，商业包装得当。数据会呈倍数增长的。说的也是。
向朝阳，你在社交媒体上是没有发过正脸视频是吧？我觉得你的形象可以营销一下的。我是用我的画技吸粉的，我发的视频呢，都是以我在每一个可以作画的场所，比如家具、衣服、鞋帽上面可以作为主要的地方。这都远远不够。托马斯说的对，你得发些照片、视频，最重要的是啊，你得露脸。徐总，今天我来呢，也只是谈谈我们合作的可能性而已。哟，真行啊，都当起腾越的老板了，有人给你开小灶了啊！boss， 哎，好吃不？还不理我。到午饭时间啦。连上下班的点都没了。那个不是自由旗的鞋楦。哎呀，你倒是眼尖呀！这是腾越以前最畅销的产品，也是你外公教我做的第一双鞋。那会儿还没我呢。是啊。人啊，活不到100年，只有这厂子这鞋，100年、200年、几百年的都能做下去。这也是你外公当年给我说的话。时代不同了，去吃饭吧。江湖。这道路啊，终归是靠人走出来的。为了腾越，你不用考虑我们，啊，你只管走好你的道。张师傅，让腾越和大家一起走下去，就是我的道。先喝口水。啊，谢谢。不客气。向朝阳，你先不用谢啊。我刚才听完你说完的那篇长篇大论啊，我就越听越别扭。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第一，你不肯整容。没问题。好。你的画作著作权不敢签给 TT 做人不做产品。这也没问题。这也行，但是向朝阳，你只肯签2年，不肯签5年合约，你知道这个要求有多么过分吗 ？MCN 投在个人 KOL 身上的成本没有5年是根本没有办法摊销的。是的，2年太短了。 2年之后。 我还想做回设计师。我以为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打算做设计师了。我跟安奈达签了2年的竞业协议。我一直以为你们这种传统行业的底层设计师是根本不会在乎这种竞业协议的。向朝阳，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立马去找一个协企上班，他都不可能费功夫去告你的，真的。原来向小姐是个很遵守承诺的人，也很有原则。这样，签5年 ，TT 为你安排的工作不会影响到你做设计师，可以写进合同里。但是，你得完成
，TT 为你安排的全部培训，以及拍摄和文案工作，可以吗？好。好，那我把 TT 地址发给你，下午3点我们在那里碰面。合作愉快。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奥斯莱的这款保湿乳液。那是谁呀？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公司签的新人，长得也就一般吧，想做网红。你找来的大鸟做特别策划，我能理解，毕竟说财经算是我们新的内容品类。但这个朝阳一个网络花手做特别策划，是不是成本高了点啊？昨晚的直播，38万的播放量，进店量却只有5万，成交金额100万出头。你想拿它来替代陶小英？这样的数据，你觉得合格吗？昨天卖的面膜，消费人群不是阿南的粉丝群。阿南一面说面膜是自己常用的，一面又不知道它是免洗的。还有，299元的面膜里面含有1克黄金这样的鬼话，他不动脑子就能说得出来的吗？你看了昨晚的直播？主播工作态度散漫，选品失败，公司对网红定位不清，这都是 TT 目前面临的问题。如果还不尽快解决，开拓新品类，你们的 B 轮，宝兴是真的要好好斟酌斟酌了。哎，你坐下。我是阿南，这是胖胖。Hello。你好。我们 TT 的人啊，都特别纯粹，啊，我说这个纯粹，不光是那种人际关系上的，
我们工作也都很认真。你看大家，看，那些不纯粹的人，都走了。胖胖说的是陶小英啊，那个人，算了，都离开公司了，聊他干嘛？啊，不过你放心啊，我们都从来不会踩新人的。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找我。我可以跟你连麦，保证涨粉。哎，徐总好，宋总，看来大家互相都认识了。这都约好时间连麦了。不需要连麦。没关系吧，新人嘛，总是需要带的，而且我们都不嫌麻烦。都散了吧啊！好。你就是朝阳，欢迎加入 TT。这些账，你核对一下。你来真的？当初找你帮忙要账的时候，承诺过的。你还完这笔债，可就什么都不剩了。老钱他们先供货后签约，那是因为信任腾越。如果我辜负了这份信任，那跟那些欠我爸钱不还不认的混蛋有什么区别？那这个厂子怎么办？没办法，地是别人的，我和腾越没地儿去。欠债还钱是规矩，所以我让你来了。我知道你现在也困难，要不这样吧，和老钱保守点说，先还一部分吧，你留一部分，把厂子运转起来，这剩下的钱，你放心，我不会赖的。我信你。老大，哎呀，我已经把腾越来还账这个好消息挨个通知给大家了。杨姐，不在这儿吧？就知道这事儿交给你办，准成。我那不管，要是再还不上，我那工厂啊月底就得倒闭了。是啊，我的那些工人也等着这笔账要回来发工资呢。快来，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哎，小青，啊？你还真勤快啊！跟我客气啥呀？都省得你麻烦了。来，老钱，你多少来着？800。哎，小黄，你是？我是10万。哦，10万这么多呀？这6万。哎，好。12万。10万。10万。你这。谢谢你啊。没事，别客气，别整。谢谢杨姐啊，好事多磨呀。对不住啊。这些钱本来就是要还给你的，现在也算是了了这件事儿了，挺好。你这边怎么办？就算没有还给你们，这些钱对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厂房问题。现在厂子都不好干。我有个朋友也开了个小厂，就离腾越不远。外国人把代工撤到东南亚以后，他的销售渠道就断了，索性就把地皮卖给了和悦资本。和悦资本。和悦资本的法人是杜伯涛，你认识啊？他是徐思合伙人杜伟业的儿子，也就是说 K32 2万平都是徐思主持拿下的。用不同的公司 title 做事是投资人的障眼法。他这是想转手倒卖？我听朋友提起过，说他签完合同以后才打听到是远峰物流看上了那块地皮，
我都后悔死了，说错过了蒋家的好机会。这就对了，宝兴在带远丰物流做地皮收购，就看他和远丰物流打的是价格拉锯战，还是在等远丰的资金到位。这么大块地，少说也得闲置个1、2年，因为一般的工厂不会接受这么短的租期，除非是做短租仓库，但是也很难招租招满。你想做一回钉子户吗？你觉得我行吗？你都跟我学要过债了，还有什么不行的？喂，秀秀，我给你发了一张清单，你帮我买一些家具还有日用品，我以后就住厂里。你说什么？你要住厂里？你没听错，我决定了，腾越就待在原地不动，咱不搬了。啊，好。住厂里。喂，妈，这么快就好了？听你这话，还不希望我很快好起来是吗？我哪敢呀！听到您这么底气十足的声音啊，那我就放心了。别这么油腔滑调的。说吧，有什么指示？你婶儿啊，问你这周末什么时候来家里吃饭？喂，下鱼有点深水了，又不冒泡了。哦，晚上7点，我在开车呢，先不说了啊。喂，你去哪里呀？我都差点忘了，你也是这里的会员。这地方的东西都不适合你，你还是回到适合你的地方去。
做事情不是靠合不合适来判断，而是我想不想做。所以呢？我想租下腾瑞的地皮。